好，这个礼拜六就是823，哦，那对大部分台湾的地区就是公投，核三要不要延议的公投。那对新店，哦，对于新竹县，哦，对于台中市，哦，对于南投，哦，有7个立委呢要被罢哈。那卢秀燕就请假1天，最后反罢的最后冲刺啊。那9点要跟严宽恒扫街啊，11点半要跟马文君会合扫街，下午3点回台中跟江启臣去车扫，5点半跟杨琼英去车扫，所以这样很辛苦。特别这个严宽恒、江启臣、杨琼英都是台中市的哦。所以呢，对台中市来讲呢，等于是7个里面有3个，占43%的比例很高的哦。不过当然也表示这些人是不容易哦，因为在联署的时候都不容易。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最怕就是他觉得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怎么去反罢免呢？他说823要把它玩疯，一个都不能罢掉哦，而且呢，赢的越多，内阁改组的幅度就越大哦，因为大家现在都说内阁要改组，823以后要改组，823也要改组嘛哈。那另外呢，卢秀燕当时不是有一个粉底嘛，是2400块嘛，哦，然后呢，这个王一川就把它拿出来说这看在铺粉底哈。那今天他又拿出一个秘密武器，在人家脸上喷，这个喷，这个它是防晒的，喷防晒的啊，又拿出一个防晒的秘密武器啊。所以呢，这个不少女支持者发现卢秀燕就变得水当当哦，引起讨论。王一川应该评一下这个喷雾的防晒剂到底多少钱？哇塞哦！那另外呢，韩国瑜今天也没闲着，他到南投的竹山陪同游浩去扫街。游浩。我那天去帮他站台，我就说游浩在立法院本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因为他很大重量级。以前国民党跟民进党在立法院那个时候还没有民政党，基本上是呢，如果说这个民进党那个时候呢，如果说他的这个票少就打架，跟你包围打我选不过我就打你。那自从现在他票不够，他打也打不过了。民进党去了几个年轻的，像小牛甚至呢像游浩这种大块头，这么一站，他打也打不过。所以为什么他要搞大罢免云就在这个地方？他以前不需要罢免你，因为你人多也没用嘛，对不对？我表决我说了，我就打你翻桌等等所以国民党那时候人数多也没用这地方有很多案子也过不了那现在不行了，所以呢但是这个游浩呢说他只为了这个大罢免收了7公斤，还血尿。还有血尿，对血尿还有血尿所以呢，这个游浩其实，所以那天卢秀燕来找我，他跟我讲说，他只放大我跟朱立伦抱抱，他没有看到我跟游浩也抱抱也抱抱他说我跟每个人其实都有抱抱好，那这个秃子燕子就是韩国瑜，这个卢秀燕跟马文君合体，还刚好遇到罢团，有时候会遇到，在街上会遇到。那韩国瑜呢比出不同意罢免的手势我们看一下。烧更多的煤，那我们中部几个县市，大家的民众都要用肺发电。核三不延议就得用肺发电，为宣传公投反罢免。台中市长卢秀燕21号请假1天。我跟大家报告我今天要请假1整天抢救4位委员，因为担心大家掉以轻心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在倒数48小时的时候呢，全面冲刺。提起民进党一定要顾民生、顾经济，莫不斗争，莫不罢免自己拿起麦克风向海线选民恳托，在投票前的最后关头，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是来到南投。院长，你在游浩身上完全看不出来那种骄傲的感觉。咱党就会有一句话，摇摆也无落屁股，你从来看不到游浩高人一等。替国民党立委游浩现身入讲，慕名而来民众挤得庙口人山人海。还有春联呢，春联。我为台南专工要来给你。现在都立秋了。永清时代来做这个拜托，感谢看到国旗，我们大家心中有国旗。
但这阳光实在太晒，韩院长难得戴上球帽车扫，看到民众 say hi 才把帽子摘下来，没有退路，力拼31席全部守住，投票前的最后倒数，蓝营大咖倾巢而出。小六，这个现在是反罢免最后冲刺的时刻，当然公投也非常重要了。当然大家会讲说公投的投票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大家就努力到最后一刻。我觉得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那个的，但我倒觉得也不是全然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觉得那个726之后的那个氛围其实还在了，就是说前面大家大量操兵的时候，应该是在726最后。这整个7月啦，大家那个整个政治的热度是有把它拉起来的。那726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其实大体上在野的选民还是比较士气高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温度把它维持下去。那我认为这氛围不能让它改变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其实整个上半年一路这样打起来，你就会感觉到整个社会现在的主流的氛围是监督的力量是占上风的。也就是说，不只是我们在立法院奋勇争先，大体上整个社会对于在野党也抱以高度的期待，就是说，现在政府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你救灾不利，你关税谈不拢，你搞大恶霸，那其实被人民唾弃的。他们希望有人可以站出来帮大家发声，所以现在这个氛围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氛围能不能维持，其实关乎到未来，包含2026、2028能不能打胜仗。所以我想8月23不只要赢，而且要赢得很多，甚至要拼完封。我指的是包含公投在内，因为民进党是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嘛。他已经证明了，像洪薇姐强力力主的普发1万块，那个就是最好的例子嘛。我们最早给他通过3读特别条例，他讲毁宪乱政，然后后来要测风向，讲说我要排富，然后一直到最后他党内也炸锅，然后大家千夫所指，他还讲我要照章执行，这表示他之前还说他天人交战，是中间还天人交战，也就是说你民意给他压力的时候。在民进党头在铁，他也是要移动的。可是相对来讲，你如果让他在823逮到破口的时候，那不一样啦。这破口可能是我们大义失荆州，立法委员翻船，或者是公投投票率没有达标，那个对民进党来讲就是浮木啊，就是救命绳索啊。大家想一下，我们726开票的时候，如果不是完封，而是有1个或2个立法委员中箭落马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的政论节目或者是他们的媒体新闻，他完全另外一番嘴脸。所以我是觉得。赢得越多，普发现金才会越快；赢得越多，就像卢市长讲了，改组幅度会越大；赢得越多，民进党的检讨才会越彻底。唯有完封胜，才能够看到他们真正的悔改。所以我想，不管是不同意罢免，或者是同意核三研议，大家都要积极出门投票。南轩。是啊，我也觉得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卢秀燕讲这个话本身就具有相当程度的意义啦。因为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呢，在726之后，其实民进党转变非常的大。所以你会完完全全发现呢，这个政党真的是能屈能伸哦。就当他呢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想要横财入灶的时候啊，那这个话讲到这夸张的，我也不是也讲过吗？这个柯建铭现在最近多乖啊！贵到你无法想象，但是问题是先前都跋扈，没有那么多废话了。就他跋扈到这个就是很嚣张，甚至他该演的这个演出一副好像大家都以为他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了，怎么样呢？现在发现没有啊，脑袋清楚的很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呢，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因为726之后啊，觉得说呢，哎呀，这个民进党好像最近也变乖了，然后你看卓荣泰讲话也变得比较柔和一点了，连郭志辉，我们刚才讲到郭志辉讲到说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什么台积电这个要股权这个补贴换股权，他竟然还说我们有投审会。我听到这句话，突然这句你终于知道我们有投审会了哈。在这个之前讲官司的时候，我们投审会在哪里？问你说我们投审会有没有态度？没有态度。突然间说，我们有投审会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民进党要转变的时候，真的是风向一变，整个都变。但是你要回过头去看，如果说823没有过，有任何一席没有过，我相信对民进党来说，所谓的能屈能伸，现在只是一个屈的状态，马上又弹回去了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分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7个罢免的这个选区，我觉得因为有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选区，包括自己的候选人去那边交火，我相信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就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呢，基本上问题比较不大。我是真的觉得在这个相关的核三研议这个部分。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看当初深澳电厂，我们一样也公投过嘛，公投不要盖深澳电厂，那然后呢，就是没有下文，所以你会有一个所谓的公投无用论。我刚才在跟小牛聊到，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投了搞不好也不会过，就算过了，它也不会去实施，那你拿它有什么皮条呢？但我真的觉得不一样。
哦，就是说你的选票、你的投票出来，不管过不过，你的越高哦，不管说就这个罢免来说，你越高代表他这个内阁的改组幅度越大。但是我觉得同样的这个所谓的核三业越高，他必须要去检讨这个能源政策的要求，就你声音也会越来越大。否则你看现在，其实这个声量已经大到某个程度了。最近这个光电板。封塞过后1个多月了，就地把它举，把它对，就地就让它放在那个地方，那还有3万多片在那个地方，而且就在水里面。其实我们的政府不断的说，它不会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毒害，都是在一个相对干燥的状况底下不会有毒害。我觉得这边我相信，我看了很多资料是这样讲。但如果在水里面的话，是一个破碎的状况，有任何毁损的话，它就很可能会影响到水质。那现在说法说，哎呀，那都是在滞洪池上，滞洪池不会影响到饮水。那你怎么知道呢？那舆论上面都没有吗？哦，所以我第一说，你看1个多月过后了，当初过了10几万片的，现在还有3万多片。那你再去看风传媒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民调，他们说呢，这个有关光电，60%几的人都认为呢中间有弊案，而且60%几的人都不认为光电应该再盖。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的整个对于环保的概念啊，不管是光电、风电等等，那尤其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核三延役，核三厂你过问不要延役，就有6%的干净电呢，6%的干净电呢。你看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拼了多久，拼出了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的危害跟付出代价，拼了多少的弊案那么多，结果呢，目前光电加风电也不过12%、13%左右而已啊，距离20%还遥这个差得可远了，就你6%。如果说你能愿意留下来，就6%了。那你过去拼那么多，绿能也不过才10%几。所以我的意思说，当我们需要更便宜的电，而且更能够因应 AI 发展的电，更需要更多绿能的电，你不能够让执政党不知道他必须要去改变核能源政策。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啦。所以我真的觉得，希望他能够过25%，而且更希望他可以让这个执政党知道说他必须要有所改变。刚刚南轩提到那个泡水那些光电板哈，就有人讲啊，说昨天陈胜文拿的那个核电厂的什么照射的水给蓝屿的那个低阶杨志宇喝啊，那如果今天把那个泡过光电板的水给民进党喝，你要不要喝？给陈胜文喝，你要不要喝？你要不要喝？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说公投的意义是说，因为民进党是很厉害的，民进党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练就这一身本事哈。如果今天7个国民党被罢免的立委有1个被他罢掉了，他就说你看我突破零蛋了，所以就扳回他认为726输了，他认为他赢了，1个他就认为他赢了。同样的，如果说823公投没过，研议没过，民进党会讲，你看我的能源政策是对的，我是对的，所以他就会，当然你过了以后，至少让民进党知道他的能源政策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给政府一个回头的机会。再加上美国政府川普，这个也会给民进党压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不过的话，让民进党真的他会觉得他是对的。第一个让他觉得他是错的，第二个呢，也让他有现在立法院在修，又有公投，逼着他非改变他的能源政策不可。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刚刚有讲过，因为726这个民进党大败大罢免大失败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说，那823就稳了嘛，不行。但是朱立伦就提醒说这个想法非常危险的，选举没有人敢讲一定有把握的通通没有这样讲所以呢，最怕而且你现在还会想民进党他就承认失败吗？他也没有他现在还觉得。对不对？赖清德不是什么失败不算失败，成功不算成功而且呢，这个有民进党的支持者可能有2种反应，一种就溃散，一种就是说要再拼报仇要报仇所以呢，这7席的这个当时的支持者啦，就是当时选他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朱立伦这想法是对的，这个想法危险这危险那国民党公布了，民进党有5大奥部了这有什么，比如说什么这个抹黑啦然后呢这个制造冲突啦等等那我觉得最恶劣的是这个他们现在就马文君好立委，所以他都同意，他就搞这一套，懂不？降制图卡，他很烂，真的是很降智因为那个到时候选票上有同意跟不同意嘛他们就说你看，
因为他是好立委，什么好立委？是啊，他其实上次726还就也搞了这一招了，是就搞这一招了。我们支持他，同意啊，他好啊，所以呢，那既然好，我们就同意罢免他。他不知道是同意是罢免，很多人搞不清楚那所以他每一个，你看这1、2、3、4、5、6、7，马文君、江启臣、罗明才、林思勉、尤浩、严宽恒、杨全都说是好立委，我同意他是好立委，所以要投同意，很坏啊。所以呢，洪卫他们就起来说，这个实在是恶行不改让。洪卫到底怎样？因为越接近这个投票日其实这些造谣也好，这种诈骗的梗图满天飞，所以我们说这霸团变成诈团，而且他们乐此不疲。那你知道，就说我们其实昨天呢，我们就开记者会我们说把这些图卡，那有些人还在广传那请大家赶快下架，24小时内，我们真的也是与人为善如果你不下架的话，我们就提告。结果后来他们自己还继续硬凹，说没有我们呢也不是政党然后呢我们也不是里长所以呢不要带风向了这个我们去传这个梗图，通通都没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传递错误的讯息。所以今天下午呢，这个立法院国民党团正式的去提告帮这7位立委去提告。那你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些图卡，是不是一下7个人？你觉得这是个人行为吗？这根本就是集体行为嘛！而且这里面的梗图还包括把，比如说像民众党，民众党的图卡就是它是1票这个护民主，1票这个护电力嘛那它也很清楚，就是你今天如果是投罢免票是不同意罢免，你如果是投这个公投票是同意，他也可以做梗图，把它反过来，就是完全的仿照民众党团的图卡，然后把它反过来。鱼目混珠啦，试图呢就是转移焦点，那让大家投出这个错误的这个投票。那这个部分呢，真的已经违反选举罢免法，意图使人当选或不当选，意图使人罢免或不被罢免。而且呢，这些图卡通通没有署名，通通没有署名，所以这个是绝对这是绝对是有这个绝对违法了。那而且呢，我也要正视，就是说很多人跟我们讲说。这个，你觉得这只是单一霸团的行为吗？怎么一下子你看一下子7个人，那这个绝对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甚至有人说，那这跟民进党有没有关系呢？跟民进党有没有关系？对不对？为什么大家一起集体的中央厨房式的去制造这些错误的图卡？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拜托大家啦，就说在。823的时候，刚才赵刚说的很对，就是如同朱立伦主席所讲的，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726大家应该都很安全了那老实说，我们现在对于823的投票率，我们还是会有点担心。如同726，我们说726自身的关键是什么呢？投票率。就是投票率，所以投票率一定要拉高我们才能够守住823最后的晚风，最后的胜利。反正就关键就是投票率，不管726、823了。北投今天早上有个医生传给我的我到今天上午还没有收到公投通知单，真的。我特别打去里长办公室，一开始里长办公室说已经发了，不再补发了。后来他一再坚持，里长打来说下午补发给他，不得不怀疑小动作很多。对，请提醒没有投票通知，带身份证移上去原来投票区投票就可，没有投票的也可以去投，可以，你就去原来你上次在哪里就去哪里就去那里，上次726。我也接到，我是接到投票通知，我看就跟我上次那个一样的教室，但是我们726我们北投没有投票你们没有对，是这样，因为晚会数宜兰也是这样的，我昨天去也是没收到我说明一下，因为726罢免投票之前就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的立法委员都很担心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特别去问了中选会，我还去查了历次选举的标准作业流程。就原则上都会在大概2到3周前就会把各地选委会就会把它交给里长办公室，各里长办公室，然后他们原则上的要求是选举前10天你要把它发到各家各户的信箱。那原则上过去几次的选举，包含公投等等，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处理。那现在这个2天，甚至现在离投票剩2天还没有发，那真的是小动作。我是2个礼拜前我是接到的，我也接到，但是对啊。那这个医生就说还没接到那我们看一下相关影片。
这周六就是第2波的罢免投票日了。那在最后的阶段呢，其实所有的蓝营大咖都请全力而出。像是今天上午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就来到了新店区这边，陪同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来进行车扫的拜票。当然，他作为这个双北地区唯一被罢免的立委，像是昨天台东市长卢秀燕也来到了这边来辅选他，就是希望这一席一定要能够守住。当然，这是国民党所尽全力抢救的一席。那其实现阶段党内也关注说卢秀燕她的动态会不会来问鼎党主席一位。虽然他现在传出说可能是倾向不要来登记参选的，那也有党内有一些声音认为说他是不是跟现任的主席朱立伦要产生一些共识，那对国民党未来是比较有保障的呢？现在所有的关键都是在8月23号8月23号反恶霸，8月23号的公投，尤其是民进党会不择手段在最后的关键做出所有一些恶霸的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非常戒慎恐惧的，对于每一席都要守住。所以这一段期间，我一再呼吁绝对不能够因为726的大胜，我们有任何的松懈，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所以呢，他说，其实，在823的投票之前，全党都不会讨论到党主席的事情。现阶段呢，就是希望可以保住现在要被罢免的7席国民党立委。那当然，台中市长卢秀燕他在台中也陪同了国民党的立委严宽恒来扫街，同样没有针对主席的议题来多加的回应。来，世刚，那个投票通知单事实上不是投票的非必要条件投票必要条件是你的身份证跟你的印章那如果说你的投票通知单没有拿到的话，其这个熟悉网络的朋友或是协助长辈，就直接上到各地的这个选委会的网站查，把你的地址输进去，就可以知道你的投票所是在哪里了。所以不要被这个一些别有目的的一些地方人士用一些小动作来让你的投票的权利就被不见了，被没收了。那确实是的，因为这1个月里面，我觉得蓝营的朋友比较沉浸在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然后比较愉悦的心态，然后对于这个催票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得像726这么密这么细。你不要说我自己周边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那天到底要不要去投票？我说你还是要去投啊，你还是要去投，不能说726过之后你就不投啦。而且台中这几个被罢区的7个人，其实这7个人很多的这个地方资历都很雄厚。如果他们的票开得不好，我想下次选举就拿这个来说嘴。特别像什么江启臣杨琼英未来对台中市长有企图心的，都觉得你这么烂，然后这个票也赢得不多，那就会变成他一个未来选举一个破口。所以其实这些区域的朋友已经基本上选举还在进行当中那更何况你说这个光电的事情不能拿2018的情况比。2018光电这些事情是方兴未艾。还在营造那个市场，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对这个新能源的科技感，然后干净能源，还是有个想象。但是这7、8年下来，发现，干净能源都是黑金的，市场就是最黑的。然后一些地方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拿钱的事情，都在这些光电、干净能源的这个帽子底下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对于核三赞成的这个投票。我觉得是对于过去7、8年民进党能源政策投一个反对票，再对这种用黑金的方式来去搞光电事业，不要表达出大家的不满。那你的得票，你的这个得票越多，我觉得大家就有这个资本，才有能力再去跟赖清德在能源政上面叫板。那更何况美国3番2次说我可以帮助你、协助你去搞这个核能的发电，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公共政策的民意反扑。这个保护我们的立委也很重要，但公共政策的民意反扑也要让民进党知道说，大家对你的能源政策十分不满，而且用干净的能源去养黑金。就是台电跌倒，绿油有吃饱嘛，真的是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徐国勇这个原来内政部长了因为那个警政预算那个人事跟那个苏贞昌院长当时没搞好了那所以黄国昌说你今天都讲他那么好，当时他为什么内政部长下台了？你们想那个原因是什么？他接民进党秘书长，外界的解读啦是说赖清德要卡苏贞昌了，因为苏巧慧想选新北市的市长嘛那苏巧慧现在民调看起来比这个林右昌的了，好像比其他人高了所以呢，认为说赖清德是要来
为了这个在卡苏系的啊。那另外呢，王宏威说呢，这是民进党派系分赃的结果，而且徐国勇呢他是个性是比较爱好斗了，好辩好斗啊。那另外呢，徐国勇说呢，他接民进党秘书长说，选举就是要赢哦，选举要赢，选举不赢选什么举啊？那另外呢，这个徐国勇操盘的话呢，那苏巧慧在2026能不能有资格去选新北市长？别人认为说哇来打压的，徐国勇说初选一定会公平、公正、公开啊。那另外呢，这个而且呢说各凭本事啊，到时候苏巧慧能不能去代表民进党选新北呢？说各凭本事了啊。那另外呢，张宏陆说相信徐国勇是无私的秘书长，会公允的操盘我们看一下。我要向大家宣布，中央党部新任秘书长将由徐国勇同志接任。中常会上全场拍手，坐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隔壁的是好久不见的前内政部长徐国勇。他的从政经历非常完整，将是全方位的秘书长。亲自征询徐国勇接秘书长的单据转述，赖主席有担忧，因为徐国勇主持政论过幸福快乐日子，就怕他不答应。但消息提早曝光，只能提前上场。那他征召我来当党的秘书长，那我也责无旁贷，就像一个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徐国勇爽快答应，正式上任前直球对决。身为情英系的徐国勇将在25日上工，而另外一位副秘也由同属英系的郑俊生接任，并兼任民调中心主任，也被外界视为赖主席向英系示权。民进党的秘书长，我不会考虑派系的问题。每一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毕竟是主席眼中的第一人选，徐国勇撇清绝对没有派系问题，主要任务要先了解党务。只是过去因警察人事问题与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多有摩擦，而秘书长主责县市长提名作业，是否影响苏巧慧备战新北初选呢？不管是2026、2028，我们就是要赢。祝福每一个要参选的，请你各凭本事。徐国勇一定都是公平、公开、公正来主持这个党务会议，强调各凭本事。徐国勇也提到，2018年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他当时就在赖内阁担任发言人，而秘书长就是卓荣泰，因此被称呼薯条三兄弟。院长徐国勇兼党秘书长，对他有信心吗？是好的人选吗？行政院卓荣泰没开口，但面带微笑，点头3次，答案也呼之欲出。好，那么张宏陆民进党立委做过这个板桥市长的哈，他说呢，当时事件也许有一点情绪，他是苏系的他说不过呢，这个调解过程难免有人受伤但是相信他的过程熟，相信他会公平的。来，肖总怎么看？那个张宏陆是苏贞昌的大弟子，那苏贞昌还有另外一个大弟子就吴秉瑞，所以在新北苏系就有这3个立委，算在民进党里面是最强的，但是这个都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民进党这几年其实经营的没有很好，国民党只要李世川来这边就是完全一路连平啊，他们自己都很清楚。那这次为什么徐国勇要出来？因为他不必卡苏巧慧，苏巧慧真的跟李世川选不可能当选的他徐国勇出来是卓荣泰大力去推荐，卓荣泰跟徐国勇是中兴大学法律系同班同学，那因为这个从政过程我是很清楚。卓荣泰过去当谢长廷的助理，那谢长廷在跟赵大哥同一天当台北市议员但是赵大哥先当选，找他一届当立委，后来谢长廷78年才当立委，那谢长廷去选立委就叫卓荣泰说你来接我的台北市长，所以他那一年就市议会市议员，对，台北市议员，那卓荣泰就开始从政。从这以后，谢长廷就变成派系的领袖，就不只是谢系，他是福利国连线，那时候就声势就非常大，他甚至大到可以跟阿扁进行台北市长党内初选，你就知道嘛。那后来卓荣泰去选立委，就跟他的同学徐国勇说：“你来接我的台北市议员。”所以徐国勇从政其实是很晚的，民国91年那一届，那他一届议员没有当完就去选立委。那立委后来有2次被蔡正元打败，内湖南港嘛，他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那这次出来卓荣泰推荐他，第一个因为没有人了，也没有人了。那徐国勇当过
又有当过内政部长，这个资历算不错哦，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没有人就来了嘛，哦，那这个对他们会不会有利？徐国勇说我们要明年哦，就是要打赢选战，就明年的9合1选举，2028他不会干到2028，因为明年他就输了嘛，明年输了，秘书长又要下台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赖清德就是要完全的掌握我党主席，我党主席就绝对不准下台，本来这次。整个大罢免是他在操作，他应该下台的。可是下台的是没有很想去搞大罢免的林右昌。林右昌在罢梁的时候，罢谢国梁的时候输了。他说：“其实罢免不是民主的常态啊，他自己不是很想罢免，哦，他不想去运作。结果曹兴诚天天去跟他告状，说你们党中央就不配合，每天没事就跑去找赖清德告状。后来林右昌自己不是很想罢免，又要替赖清德去扛这个。”那当然就情何以堪啦、所以我觉得同情林右昌的人会很多。那我们其实看民进党整个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阶段民进党在蔡英文时代第一任的行政院长是林前，那接下来就赖清德嘛，赖清德接行政院长的时候，徐国勇是行政院发言人，那时候卓荣泰是秘书长，所以那时候陈吉说他们3个最好。薯条三兄弟，这个名称就是陈吉起出来，因为他是大姐大嘛。那所以这次刚好偶然，大家又结合在一块，觉得说好像很有看头。我告诉你，因为这提供了这个时候刚好就碰到了，我们看到了就是823这个罢免嘛。那他的身世其实是不会好就是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当然，如果选输了不会要徐国勇负责嘛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大家刚刚讲的核三的公投。那核三公投我前几天去帮江启臣站台就很多民众就问我说这公投赢了他不做也没有用。我说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表示一个台湾未来的政策。我说民进党快他们在执政就到2028年了，你这个公投通过以后，我们的核能政策可以延续。那我们是不是考虑说核市场再把它怎么样再让它重启？核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苏贞昌当行政院长，蔡英文当副院长的那个时候，苏贞昌追加448亿的预算拜托国民党跟亲民党给他够够了够了，你还缓和你又怎么编预算？这个不是喝一杯水就可以解决的民进党先赔这448亿，因为你把它丢到水里马英九一当总统，你们又开始缓核事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不要肉质，不要降智，大家来讲道理那今天我觉得徐国勇这一周期是不得已，已经没有人了啦。他其实自己选举的经历也不是很充分，那些行政经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发言人跟内政部长嘛。所以他要来操持这个党务其实不会有好结果。南轩。我是觉得这个赖清德有一点点，就是一方面先要拉一点英系不管是这个徐国勇，或是说他们的副秘书长；二方面的话，又有点想要借刀杀人。因为某个程度来说，坦白讲，当初他在用林右昌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说林右昌是这个赖清德心目中比较可能的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候选人。但不管说，因为他是郑国会的大阿哥，那所以他那时候要拉拢郑国会。所以某个程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说，接下来因为现在已经经过了726，经过726之后，整个的民进党的士气大减大损，所以呢等于是元气大伤了所以对他来说，事实上当然会有这个提名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比较棘手的、比较难缠的选区的话呢，他又想要避开、拉开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他蛮聪明的。我认为他是某个程度是拿着英系去砍苏系这个事实上这是徐国勇接下来一定要去面对的事情。然后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些纷纷争争对他来说，他可以拉开一个距离之外。接下来选举结果，当然对他来说，如果说可以由这个徐国勇去这个负责任的话，也是一个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了。那更何况是这段时间，坦白讲，在民进党内部，很多人都开始质疑起赖清德，在这个派系当中的一些角色，很多人都谈到了蔡英文当时，就说连民进党内，事实上不只是大家，我觉得重点在于连民进党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赖清德做的没有蔡英文好。那甚至的话，甚至有一些一大堆那种，我是觉得可能成真的几率不高啦。什么蔡英文再出来选一次啦，什么萧美琴可以这个副总统出来这个参选挑战这个赖清德啦。但是我觉得它反映出来是一种气氛。
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内对于赖清德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的表现，真的是摇头，真的是摇头，而且这个摇头不只是对赖清德，他认为是伤及民进党的派系，所以某个程度来说，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他只好在这个时候暂时的释出若干的权利去安抚这些派系。但是你说赖清德的个性，他真心的觉得派系要共管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这个对赖清德来说只是暂时，就是暂时的休养生息，暂时的冷静一下。但是接下来的话呢，我认为赖清德的执拗、赖清德的固执、赖清德的独断，我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退缩的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卓荣泰说，新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呢上路了，中央多花了4165亿，明年要举债4000亿啊，统筹分配款了哈。那说呢，中公教4年调薪3次，所以呢，赖清德、卓荣泰拍板，明年不调薪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愿役加薪也没编，警消提高退抚也没编。所以呢，王宏威说啊，你这是毁宪乱政，连军人都骗哦。本来说要给他们加薪啊，调整待遇啊啊。那另外呢，这个原来军公教说要加薪3%的，好像他们也宣布了嘛哈，没有列明年总预算。卓荣泰还要对国军加薪最高3万，警消退休金两岸视线，说呢这是要兼顾公务员的衡平性，所以都不调都不动啊、哦。那明年呢总预算税出3兆350亿。国防预算合计连一般预算跟特别预算都能加起来9495亿，将近1兆了哈，占 GDP 的3.32%啊。其实美国只是说你要到3%，它现在不断的到3%，而且加码啊到3.32%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年2025年是6470亿哦，占了 GDP 的2.45%，去年是6068亿，占 GDP 的2.5%，因为 GDP 有在成长嘛。那明年呢，要占 GDP 的3.32%。我们看一下。行政院今天讨论通过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入编列2兆8623亿，税出编列3兆350亿元。其中在国防预算包含公务预算、特别预算、特种基金及退辅会、海巡署等支出，共编列9495亿元，占 GDP 的3.32%。但外界关注军公教是否再加薪3%呢？对此，行政长卓荣泰亲上火线回应了，在这次的预算编列当中，并未将这2项争议性的预算编列进去。不过，我们在送出这本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时针对这2项提出释宪。这也是宪法救济权利跟救济方式的一种。未来是释宪的结果，我们可以马上依释宪的结果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强调对于军人及警消退休虽然没有编列预算，但未来会提出释宪。杨婉慧，我觉得刚刚我们前一趴在讨论这个民进党即将上任的这个徐国勇秘书长啊，大家知道其实他没有正式上任，他礼拜1才上任哈，所以呢他的这个性格上面呢，我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用一个薯条3兄弟，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卓荣泰稳了，好，就是说他这个赖清德、卓荣泰再加徐国勇，这个3角出来之后，卓荣泰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好也要开始进入到明年度的这个预算的部分嘛，那大家可以看到过去的1年，从这个赖清德上任以来，其实民进党也就只有2个招式哈，第一个招式叫做中共同路人哈，就是把这个在野贴这个标签；第二件事情就凡事就怪蓝白3预算就好了哈。那所以我们的卓荣泰呢，他的这个包含这个。行政院的相关的部会，在这个预算的部分呢，他们也都可以出一些明明就是错误的讯息，他们还是可以一样拿出来做相关的梗图。那该编的预算，立法院通过该编的预算呢，它就是可以不编啊。像之前的这个进法补偿，原民的进法补偿，还有这个公粮收购的价格提高的部分，它就是明明白白，立法院通过，它就是不给你编啊。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到明年的这个新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预算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其实因为今天有2位委员在现场，就我觉得要慎防他们再次用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贴在野标签啊，尤其是这个卓院长，他最后就2件事啊，好，除了这个刚刚讲那2项之外，他就不是释宪就是复议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应该按照一般正常的程序。老实说，立法委员他是民意代表，他是代议士，他本来就应该要帮民众来做好这个把关哈，就有关预算的部分。但是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有一个方式让你有感嘛，比如他就删地方政府的钱啊，地方政府苦哈哈啊，然后他再来告诉你说他要追加预算，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步数保守啦，可是加你啊这样子。然后我想在野的这个蓝白的个立委哦，跟他们共事了1年之后。大家也知道他们的美感哈，他们的美感在哪里，所以接下来要辛苦委员们，在这个盯明年度的新预算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他们用奥博。好吧，联合报今天黑白集说，连就业安定基金都敢吃，所以除了预算呢，连那种基金他们都敢拿。来，黄伟。今天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出来啊，其实其中一个很惊人的就是国防预算的部分，在年度预算将近1兆，那增加多少呢？比去年增加了3000亿以上，3025亿。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本来就是有通过对于现役的军人加薪。其实现役军人加薪，它也可以列入就是国防预算支出的这个，你要达到这个美国的要求嘛 ，GDP3%。欧盟都这样啊。对啊，所以你把这个现役军人加薪不是很好吗？他不给，好，而且呢说他要去释宪啊。那请问一下，在你这个宪法这个释宪之前。它是你总统府通过的法律，而且当时行政院对于这个军人待遇条例，事实上是没有来复议的啊，没有来复议就代表你不觉得它有窒碍难行之处啊，所以你现在为什么你不编这个预算呢？所以这不叫做毁宪乱政，什么叫做毁宪乱政呢？那你今天卓荣汉你是大法官哦，对不对啊？宪法是你来做解释的吗？真的很离谱，而且我跟大家报告，那过去我们不是都是兵源不足吗？那每次呢，我们的军校要招生都没有人来那个什么，要来上军校。可是今年，因为我们6月份立法院3读通过对现役军人加薪之后，我们这一次7大的军事院校全部额满哎。这是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大家开始愿意来念军校，那你的这兵源慢慢就可以充足，这不才叫做国防韧性吗？好，那现在这么多人跑去要念军校，现在你告诉我根本不要加薪了，我还要去释宪啊！你政府是诈骗集团吗？民进党政府真的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你今天军警消现役的军人，还有警消海巡的他的退休待遇，你也不编。好，我们通过的这个就是警察人事条例，他也一样不编。那你知道我们下个礼拜要是审什么追加预算？你知道其中追加预算追加什么呢？媒宣费又来了，媒体宣传费又来，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今年那个年初的时候把它砍掉嘛？大部分都给绿媒了。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克扣军警消要喂饱三明治嘛，我直接这样说啊，你死都要给三明治，我就不懂嘞，为什么军警消是你强调国防韧性最重要的一环，你钱不用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你要用在哪里呢？所以这样的配置，其结果他的目的只是继续跟你在一场斗嘛。所以726他的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你觉得他有什么改变吗？除了把这个徐国勇换上来之后，他的心态仍然没有改变，继续跟你在一场做斗争。然后真正该做的事、该放的预算、该放的资源，他还是不愿意给啊。所以823应该再教训一次。来，小牛。这现在下半年大家审预算，大概几个重点嘛。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该给地方，好不容易拼财划法嘛，该给地方的经费一定要给，不能克扣。第二个，该撙节的政策，没有必要的政策，这个我们绝对会严加把关。第三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这些所谓的小金库啦，或者是补助啦，或者是要私相授受的，其实都藏在基金预算里面。但过往在立法院审议基金预算的时候，常常是先审公务预算，基金预算来不及审。我觉得这一次或许我们在党团在商量策略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有效的调整，要把这些真的藏钱的、搞钱的这群人好好把它抓出来。那我们现在面对最大的压力，当然就是你国防预算的
比例大幅提高，数额也大幅提高，这一部分大概也有可能会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是预算攻防的重点战场。我们会等细项出来之后再跟大家做清楚的说明。因为欧盟有答应川普哦，但是他就把很多像什么韧性啊、什么一大堆其他都放到里面嘛，对，网络的安全什么都放在里面，那个你可以调整嘛，所以要看项目。我觉得这一次的预算啊，因为去年呢，因为属于一个朝野激烈对抗，然后呢，这个你们都顺利过关。我觉得今年呢，不要放松。对了，我觉得这样有些去年抓出来的问题，比如说没宣费的问题，难道民进党不吃三明治就不会执政？什么事情都是要三明治，吃了三明治之后，吃饱之后，我才知道怎么做，就是要破除他那种用钱去养媒体这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要严审，包括因为每个部会都有这些钱，而且每个部会里面的各属还有这个钱存在，我觉得这部分要严审。所以薯条三兄弟，你们应该改成叫三明治三兄弟。来，小董，对啊，其实卓荣泰他知道这个内阁很难看，可是又不想总之来改组，所以他打算换几个，然后自己在这边又觉得很难看，所以。